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奖项可是经济学里边的最高荣誉，每年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年的获奖者都有谁，他们的研究呢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啊？那在这个介绍获奖者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年的3位获奖者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James A. Robinson 这3位，虽然他们目前都在美国的大学工作，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实际上都不是美国人。Daron Acemoglu 呢，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在1992年在伦敦政经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那 Simon Johnson 呢和 James A. Robinson 呢，这都是英国人。Johnson 呢，在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呢也在该校任教。Robinson 呢，则是1993年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目前呢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这种背景的多样性就反映了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在美国顶尖大学的这种国际化程度。它不仅就展示了这些机构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能力，而且也暗示了这些学者可能因多元文化的背景带来了他们独特的这种研究的视角。这3位学者因为对制度如何形成和影响繁荣的研究而共同获奖。他们的工作呢，跨越了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界限给我们理解全球经济不平等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现在呢，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他们的研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特别富，而有些国家却很穷？而这种差距呢，似乎一直存在。穷国呢，虽然在变富，但好像永远也追不上富国。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者研究的核心问题。他们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制度的差异。什么是社会制度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它运行的这个规则，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但是仅仅发现制度很重要还不够因为我们还可以会问，那是不是富国本来就有好制度，穷国本来就有坏制度呢？或者呢，是不是因为国家变富了才能建立好的制度？这就涉及到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今年的获奖者们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历史，特别是欧洲人殖民全球的那段时期。为什么看这段历史呢？因为在殖民过程中欧洲人在不同地方建立了不同的制度，五花八门，这就给我们有了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的机会。他们发现这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做财富逆转。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被殖民时相对富裕的地区，现在反而变成比较贫穷的地方，相反当时相对贫穷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富裕国家，这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获奖者们发现呢，关键在于殖民者建立的制度类型。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殖民者往往呢是建立剥削型制度，目的就是榨取资源，使少数精英获利。而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呢，殖民者呢为了吸引更多的移民，反而建立了更公平更包容的制度。举个例子他们研究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的一个城市诺加莱斯这个城市被一道栅栏分成2半，那北边属于美国这个南边呢属于墨西哥。有意思的是虽然地理位置呢完全不同但是两边的生活水平却有着天壤之别。美国这边的居民普遍更富裕教育水平更高，而墨西哥这边呢就相对贫穷，犯罪率更高。为什么会这样呢？获奖者们就认为关键在于两边的制度不同。但问题来了，如果好的制度这么重要，为什么有些国家始终摆脱不了坏的制度呢？这就是获奖者们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发现这涉及到一个承诺问题想象一下，在一个有坏制度的国家，掌权的精英们其实知道改革能让所有人受益，但是他们担心一旦放弃权力，新的掌权者可能就会报复他们。而另一方面呢，普通民众也不相信精英们他们的改革承诺，
因为他们担心呀，精英们会在局势稳定后反悔，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这么一个循环。那么制度改革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了呢？也不是啊。获奖者们指出啊，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当民众有能力组织大规模抗议的时候，精英们就可能被迫让步，这就可能导致民主化的发生。所以这个理论啊，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始终难以摆脱贫困，还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实现民主化，以及为什么有些国家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是反复摇摆。那获奖者们的研究呢，还揭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地理和气候虽然重要，但这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根本原因。那长期以来啊，很多人认为热带国家之所以贫穷呢，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但是这次获奖者指出呢，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制度。那这项研究的意义呢是非常重大的，那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全球不平等的这个根源，还给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告诉我们呢，要想真正的帮助贫困国家，仅仅提供援助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帮他们建立良好的制度。那说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啊，我们来聊一聊一些有意思的小知识啊。你知道吗？在经济学奖啊，其实是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奖项，它是在1968年才设立的。而最年轻的获奖者呢，叫埃塞尔多夫洛啊，他是在2019年获奖的时候才47岁。而最年长的获奖者呢是 Leonard Horowitz 啊，他在2007年获奖的时候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那么今年的获奖者呢，年龄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但是他们的研究啊，同样令人兴奋啊。这就再次证明呢，经济学并不只是一个枯燥的数字和复杂的公式，它是一门能够解释世界运行规律、影响政策制定的这么一门重要学科。当然呢，这次获奖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研究呢还是存在相当争议的。最主要的争议点就是关于殖民主义的讨论。虽然研究者们并没有为殖民主义辩护，但他们的研究确实指出了殖民时期建立的某些制度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就难免让人会联想到殖民主义有好处吗？这样的观点，这在道德和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另外呢，批评者也认为啊，这项研究可能淡化了殖民主义带来的巨大伤害和长期负面影响。他们指出啊，即使在某些殖民地后来发展的较好，也不能抵消殖民主义造成的文化破坏、资源掠夺和人权的侵犯。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呢，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否认啊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它给我们理解全球不平等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给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这种见解。重要的是呢，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些研究成果，既要认识到他们的贡献，也要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所以总的来说呀，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再次展示了经济学研究的力量。它告诉我们呢，要理解今天的世界，我们必须回顾历史，必须深入研究社会制度的作用。同时啊，他也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公平正义这些重要价值。所以呢，我们来期待这项研究啊，能够为将来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繁荣的世界带来一些启发吧。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通过改善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全球的贫富差距。最后啊，我想说的是呢，无论你是学生、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这项研究呢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为啊，它不仅关乎经济学，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就是我们一起来努力啊，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啊！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